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1月24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1月22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42.04，收盘价是234.21，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44.01，最低价是在231.40。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3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重新跌破了5日均线值。当日的成交量是 1.181 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96 倍，量缩。KD 值快线的方向又转折向下，并且下穿了慢线。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反转向下。MACD 快线的方向向水平方向发生转折，双线是趋于合拢，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短期多头趋势在减弱。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11月22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中红 K 线，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回后再上涨的过程当中发生了反转向下。那么这个回后上涨的高点呢，并没有站上，或者并不高于前高。那这样的信息啊，说明股价呢将会有继续下行的一个走势。我们也会看到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它的收盘价，这根红 K 的收盘价是跌破了5日均线值，然后成交量缩。那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啊，很有可能会出现一根补量的下跌，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很有可能再出现一根实体长红 K 线。好，这是单一 K 线方面的信息。我们再来看看 K 线组合。在11月22日生成的这根K 线呢，红 K， 它和11月21日这根绿 K， 这两根 K 线啊，形成了一个叫做母子怀抱的变盘信号变盘 K 线组合。对，那母子怀抱它的特征啊是左长绿右长红，然后呢左侧的绿 K 的实体部分在红 K 的实体部分的范围之内。那这样的 K 线组合如果是出现在相对高的位置呢，那这是一个变盘向下的K 线组合。日后啊，我们说股价如果收盘价跌破了这根母线的最低，也就是这根红 K 的最低是在231.40，如果跌破它，那么将会确认这个变盘向下的 K 线组合，那股价将会有进一步的下行走势。那只有当日后股价的收盘价能够站上这根红 K 的最高，也就是244.01，那么才能够瓦解这个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组合。好，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1月22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给出两个方向，一个是股价会出现继续上涨，收盘价会在252附近；另一个方向是股价会出现反转向下，收盘价会在232附近。那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收盘价会在240附近。实际在11月22日收盘价是在234.21，股价出现了反转向下。那这与我们预测的反转向下不仅点位上相接近，也就是收盘价的点位相接近，
并且它们的性质也是相同的，就是收盘价都跌破了5日均线值，也就都在5日均线值的下方。好，那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说这是一个变盘向下的 K 线组合。那我们接下来先看后续股价的下行。对于11月24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如果下行，它的第一个目标就是227，跌破了这个位置将会出现底低。那上方目前已经有了头低，那么将会建立空头趋势，也就是短期的空头趋势。那这是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那一旦建立了这个短期的空头趋势，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94。那跌破194呢，将会继续自2023年7月19日以来的空头趋势。但是在到达194之前，上方在206附近，它是一个强支撑。那它将是股价到达194之前的也是一个目标位。好，那么我们依次来说一下股价下行的3个目标，一个是227，一个是206，它仅是支撑，然后第3个就是194，这是股价如果出现下行，它要到达的真正的目标。好，这是我们说股价的下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那上行第一个目标依然是前高，11月15日这根 K 线的最高是在247，站上它将会继续自10月31日以来的短期多头趋势，股价会继续上行。那第二个目标就是257，它仅是压力位。那第3个目标就是269是这一波短期多头趋势要到达的真正的目标位。那我们依然来说，在到达它之前，这个1号趋势线将会成为强压力。之前有3次到达1号趋势线，都发生了反转向下。好。这是股价的上行，我们依次再说一下，是247、257，还有一个是269。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在11月24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这根绿 K 实体的中线，是在238附近。那到了11月24日盘中，我们要关注231。我们把这条水平线拉下来，231就是前一日 K 线的最低，同时呢，它也是和这个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相重合。那在盘中，我们为什么要关注它呢？就是股价一旦出现低开盘，我们认为盘中如果能够在前低的上方运行，那股价是很容易出现横盘，甚至是反弹的。但是如果股价在盘中是在231下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大幅的下跌。好，这是我们关注231的理由。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目前我们有一个25%的多头仓位，我们分别是在11月13日收盘价5%进场，11月14日收盘价10%加仓，然后在11月21日收盘价10%加仓，一共是25%的仓位。这个仓位的成本我们测算是在236附近。那么这个仓位我们在前一期视讯给出的是获利的点位是上方的从246一直到上方的257，对，这是它的获利的目标位。那么到了11月22日，我们会看到股价并没有出现上涨，而是出现了反转向下。
但是我们给的止损位是守这根绿 K 的最低，我们是守233这个位置。那目前股价还没有跌破这个位置，那所以这样的一个仓位呢，可以继续持有的。那到了11月24日，这25%的仓位，我们要给的止损位是11月22日这根 K 线的最低，也就是在231附近。好，这是对这个多头仓位的描述。那目前在11月22日收盘价这个地方呢，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的，当然更不可以进场做多。同时也不可以加仓。好，这是我们说的多头。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那股价开盘之后一定会有空头力量的进入，他们的目标就是227和下方的20日均线值。20日均线值我们测算在11月24日是在222附近，这是空头的目标。那空头要守的位置就是这根红 K 的最高是在244到上方的247，这是空头要守的位置。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11月24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234一直到236。第二个压力位是前高244，第三个压力位是247。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包括前低是在231到233之间。第二个支撑是这个缺口225.5到226.5。第三个支撑就是当日新生成的20均线值，在222附近。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我们给出11月27日股价走势，11月24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下行。出现下行呢，我们会给出2个点位。那如果是这样，它将是低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最高会到达234，最低下方会到达227。然后收盘会收在228，但是如果股价最低到达了222，那收盘价将会在225附近。那这2个下行的点位的共同的条件是，它们必须当日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34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下跌。那第二个可能呢，我们认为股价也很有可能在这个地方出现一根休息的 K 线，也就是会出现一个横盘向下。如果是这样，它将是一个高开盘，或者是一个小幅的低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31，上方最高会到达236，然后收盘会收在232.5附近，在这个位置。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31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下。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1月24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